買，現在就是最好的買點啊！三星折疊機全部都大爆改款啦，牙膏擠到爆啊 ！Z Fold 7變得超級輕薄，合起來跟 S25 Ultra 差不多厚，但是比 S25 Ultra 還輕啊！那相機升級2億像素，那8寸的内頁螢幕超級適合處理多工，也支援 Gemini Live， 可以一次問它多個視窗的問題啊。Z Fold 7則是外幕改成滿版的，還可以直接在外幕呼叫 AI 啊。新的 Watch 8 Classic 則是全球第一款支援 Gemini 的智慧手錶啊，實體錶圈的手感也升級了。那 One UI 8操作起來更是絲滑。總之，今天影片呢，除了規格和新功能的展示以外呢，也有我第一時間的上手體驗心得啊。我也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實測，會跟 S25 Ultra 以及上一代的 Galaxy Z Fold 6做一個比較。那我也發現了一些三星官方沒有說的真相。那我就趕快開始吧。首先就是 Z Fold 7在今年終於迎來了大改款啊，由內而外的大改。首先厚度部分，這次真的變得非常的薄啊，合起來是 8.9mm， 距離 S25 Ultra 的8.2mm 只差了一些些啊。那打開之後更是輕薄到不行，展開之後呢，厚度只有 4.2mm 啊，比 S25 Edge 的 5.8mm 還薄啊。很難想象折疊機竟然進步到了這個地步，非常的誇張啊。而且除了厚度以外呢，我覺得它的重量表現也非常的嚇人，竟然只有215克重啊。S25 Ultra 可是218克重，折疊手機竟然比 S25 Ultra 還輕，這個可是大台的折疊手機耶。此外，轉軸束部分我覺得也升級了不少，可以感覺出來三星真的是徹底大改了架構，才有了現在的厚度和重量。那說到這裡，一定有人在留言說，哇，變得這麼薄，一定更不耐用。那這次三星雖然主打的輕薄，不過他們為了耐用性做了很多功課啊，像他把內螢幕的 UTG 玻璃呢加厚了 50%， 增加內螢幕的耐用性。那內螢幕還有一個很大的升級，就是它的尺寸變大，升級到了8寸，更大的螢幕在你處理多工操作時呢，就会更加的方便。你可以同時查資料和寫信和聊天都可以一起執行啊，就更加的順手。那此外，針對輕薄部分，大家想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散熱以及它的效能的部分。這次的 Z Fold 7搭載的是高通的8 Elite for Galaxy 啊。那至於散熱系統，相較於上代的均溫版的設計呢，這次採取的是新的高熱密度石墨系統，面積比之前均溫版大了2.5倍，那也比較厚一些。在變得這麼輕薄的手機中呢，我一直講有些元件變厚的，就真的算是蠻有趣的。總之，散熱和效能有没有因為輕薄而受影響，這個就等我之後深入體驗時呢，會再實測一次。所以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那再來聊聊相機的部分，這次的相機的主鏡頭呢，升級成了2億像素的主鏡頭啊。相機的模組是有重新改過的，我猜這一顆應該是跟 S25 Edge 學來的，或者至少技術上是一定有重疊。到這邊實際測試一下2億像素的表現，細節的提升是非常明顯的。以我這張翻拍的照片來講呢，你可以感受得到它放大之後，整個照片的細節是提升的不錯，那整個牆壁的紋理也都看得清楚。那此外，我有跟 S25 Ultra 比較一下這2台的2億模式像素的差距，因為這款 Z Fold 7的鏡頭模組為了輕薄，它是有整個重新設計過。不過實測到 S25 Ultra 的2億模式還是比較清楚，但我有實測到一組，那一組的話 Z Fold 7是比較清楚的，所以這部分呢，可能等我之後拿到實機之後，會再做詳細的對比。那這次的超廣角部分其實也有所升級，雖然說三星沒有表示說感光元件是有升級，不過三星有明確表示說在亮度和細節會有所提升啊。而且這次的超廣角鏡頭呢是有支援自動對焦的啊，不過也別高興得太早。這次雖然說是有自動對焦，但是它還是沒有支援微距模式啊，就比較可惜一點。那這邊也實際拍攝了 S25 Ultra 的微距模式的照片，以及這個 Z Fold 7的超廣角鏡頭的最短對焦距離的照片啊。兩張照片的視角還是有所差異，不過你也可以使用它的2億像素的主鏡頭去裁切，得到一張類微距的照片啦。那鏡頭部分還有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這次內螢幕的自拍鏡頭啦，從螢幕下鏡頭改成挖孔鏡頭。那這邊我也有直接詢問三星關於這個部分，那他們是說主要是因為用戶還是習慣會使用內螢幕的自拍鏡頭來進行自拍啊，所以他直接把這個拍照表現比較好的挖孔鏡頭拿出來使用。那這邊我們也實測了逆光場景之下呢，它表現確實好了非常的多啊，燈光都比較不會渲染開來，沒有那種霧霧的感覺。那此外，另外一張順光場景之下也是一樣，在色調和細節表現都會更好。不過我也是覺得拿着折疊機不用後鏡頭進行自拍的狀況，根本就是那個操作者有問題吧？應該是要解決有問題的那個人吧，而不是解決熒幕下鏡頭吧？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熒幕下鏡頭的感覺啊。那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是滿版熒幕的熒幕下鏡頭呢，還是拍照比較強的挖孔鏡頭呢？底下留言良心討論一下吧。那至於 AI 的部分，因為這是搭載了更大的內螢幕，所以你可以玩的花樣多了非常多啊。你可以直接開多個視窗以後呢，再直接詢問 Gemini
Gemini Live， 它會直接讀取你所有的畫面。例如說你開了3個視窗，你就可以直接同時詢問它這3個視窗畫面的問題啊，就非常不錯，甚至把 AI 和多工做一個很棒的結合。那這一次的音訊相比差異，因為 One UI 8這個部分更容易使用，在影片中呢，或者是錄音檔中，你都可以直接一鍵開啟啊，就不用在額外編輯影片時呢才可以觸發，就非常不錯。那這一次的 Z Fold 7總共會有藍色、黑色和銀色。那我自己覺得藍色和黑色其實都還算是蠻深得我心的。不過如果硬要選一個的話，我可能會選擇藍色。那你們更喜歡哪一款顏色呢？然後有件事情比較悲劇的就是這次的 Z Fold 7呢不支援 S Pen 啦，主螢幕確定是不支援 S Pen， 這點就比較可惜。雖然說我自己是沒有在使用 S Pen 就是了啦。你有在使用嗎？然後再來就是小折疊的部分 ，Z Flip 7。這次的 Z Flip 7也是一個大改款，外螢幕終於變成全部滿版啦，滿版就是爽。大就是正義啊！4.1寸的外螢幕用起來是真的非常的爽，拿來自拍就更清楚，就不再是之前那種資料夾的形態。而且這次的外螢幕的邊框也縮窄了，整體來講邊框的粗細只有 1.25mm 啊，是真的非常的細。對比於上一代的 Z Flip 6的轉軸處來講呢，也變細了不少。那除了硬體的提升以外呢，他們這次也有針對滿版的外螢幕修改了 UI， 像是這個自拍的倒數計時就是一整條，我覺得非常不錯，很有誠意。那外螢幕這次也有支援直接呼叫 Gemini 的部分，你可以直接叫醒它，詢問它一些問題，像是天氣如何等等之類的。那此外最有趣的是，連 Gemini Live 也可以直接從外螢幕進行啟動啊，就可以直接分享你的鏡頭去詢問 AI 任何的問題，也算是非常方便。那外螢幕這次也有支援 Now Bar 和 Now Brief 的功能啊，那你就可以直接更簡單清楚掌握你的行程和你的狀況。那除了外螢幕的硬體升級以外呢，這次的 Z Flip 7折起來厚度呢，相較於上一代來講，其實也是有變薄。那電池部分也有所升級到4300毫安時啊，讓小台折疊的電量表現可以更好。那之後我也會再來實際體驗看這個真實的使用場景之下呢，它的續航表現究竟如何？那不過有一點呢，我比較擔心的就是這次的處理器啊，這次的 Z Flip 7使用的是 Exynos 2500處理器啊，就是獵戶座的部分，並不是使用高通的8 Elite for Galaxy 的版本。那這點我沒有詢問三星關於這個部分，那這部分他們回應說這是一個全球的政策，就不是地區性的政策。所以關於處理器的部分，我之後拿到實機也會好好來進行實測一下，看一下它的性能或能耗上有沒有一些可以給我驚喜的部分啊。希望是驚喜，不是驚嚇，就希望是好消息。那這次的 Z Flip 7總共有3款顏色，分別是藍色、黑色和紅色。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紅色的部分，整個非常可愛，非常 Q 啊。那你最喜歡哪一款顏色呢？那接着就是我最喜歡的產品之一啦 ，Watch Classic 系列啦。今年推出的是 Watch 8 Classic， 果然现在變成1年 Ultra， 然後1年 Classic 的這個方式。那這次的 Watch 8 Classic 也改了外觀，我覺得整體來講，它給我的感覺就更像是 Ultra。我有預感之後 Ultra 和 Classic 應該只會留下一個人啊，就有點難過。三星應該是在測試看哪一個賣比較好，那之後就會持續更新賣比較好的那個，然後砍掉賣不好的那一個。不過好消息是，今年的 Classic 的實體表圈還是存在。那這次的 Classic 實體表圈，我覺得整個轉起來感覺是更加扎實的，咔咔的聲音是更爽的。現在還可以更爽，我會覺得很厲害。它周圍有一個凹槽的設計，算是蠻細緻的。不過我自己還是更喜歡這個 Watch 6 Classic 這種圓形的設計啊。現在的 Watch 8 Classic 整個外方內圓的感覺就非常特別了。然後這次他們也新增一個快速啟動鍵，你可以快速啟動運動啊，或者是一些緊急呼叫之類的緊急功能啊，算是蠻不錯。然後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這次的 Watch 8 Classic 是全世界第一款支援 Gemini 的智慧手錶，比 Google Pixel 還早啊，非常的神啊，非常的誇張啊！你可以直接長按你就叫出 Gemini 來做使用，那可以進行跨 App 的操作啊，我覺得非常的扯。然後這次的 Watch 8 Classic 的 One UI 8其實設計也是非常不錯，它甚至把 Now Bar 也搬到手錶上。而且這次的 One UI 8的界面，我覺得操作起來是更加滑順，用起來是真的蠻爽。那相較於 Watch 6 Classic， 背面傳感器也升級成了 Biactive 感應器，也新增了幾個新的健康教練的部分，像是就寢時間建議啊，或者是血管負荷這一種。那還新增一個練跑教練，你可以跟他約跑啊，透過約跑12分鐘後呢，就可以給你的運動表現打一個分數啊，聽起來是有點變態。他透過這12分鐘呢，就可以知道你的運動表現，那就可以幫你制定專屬的訓練計劃。跑12分鐘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是非常不錯。要不然之後我實測，如果真的要我跑太久，我應該是跑太動，12分鐘就應該是還行這樣。那此外最有趣的一個數值，我覺得叫做抗氧化指數啊，這個指數會測量你皮膚內的類胡蘿蔔素，去偵測你目前的抗氧化狀況啊，就感覺蠻有趣的。那這些功能呢，等我實際拿到產品之後呢，也會來好好的體驗一下，那進行一個比較。那顏色的部分的話，有黑色和白色。那我自己覺得黑色的表現比較好，那實體表圈的部分就會更加的有質感一點。好啦，那差不多就是這次的 Galaxy Unpacked
的快速上手心得啦。那你們最喜歡哪一款產品？對哪一款產品最有興趣，或者是对哪一款產品的哪些功能最有疑問的，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啊！你想問什麼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之後如果在開箱影片或新的影片都可以來進行一個解答。那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之後這些產品的開箱影片或者是使用心得的影片啦。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